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何先生38岁，来自四川，吉他老师；吴女士23岁，来自四川，全职妈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在你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本以为他是一个爱玩音乐的文艺青年，但结婚后，他变得特别情绪化，也不浪漫了。最重要的是，还忽略了我和孩子的感受。刚认识的时候，他活泼、可爱、善良，有青春气息。但结了婚以后，却总是没事儿找事儿，跟我妈一吵架，就把气撒我身上。你后悔和他结婚吗？我每一次吵架，我都很后悔嫁给他，因为当年我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他，没想到把日子过成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我不知道是否还要跟他继续走下去。我其实有一点点后悔，我认为找了一个比我小10几岁的，他会很听话，但是没想到他这么不成熟。根本不能理解一个男人养家的压力，他就不能懂事一点吗？俩人都有后悔之意了哈。姑娘是23岁，对，是的，23岁。你们2个人结婚几年了？谈恋爱加领结婚证的话，一共有5年了。孩子多大呀？小的那个1岁，然后大的那个快4岁了。你俩2娃呢？对，一儿一女。主要听来好像是跟婆婆之间有一些矛盾，是吗？对，很多矛盾，因为我们在家里实在是解决不了，现在已经闹到了要离婚的程度，就是过来想请各位老师帮帮我们，出主意。主要是我想让我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然后我们2个就可以一起出去挣钱，然后这样压力不就小一点了吗？好像听我们导演说还准备了一个婆媳矛盾之间的时间轴，是吗？是的。来，咱们先看一下这张图啊。哎呦我的天哪，凉拌番茄事件，大宝月子期间，他是从大宝开始，大宝月子期间，大宝6个月爆发了，然后二宝2个月，二宝3个月又爆发，所以现在是相当于你跟婆婆之间有2次大的事件爆发，是吗？对，是的。这个爆发有多严重？第一次生大宝的时候，坐月子嘛，我婆婆就从老家过来，我坐月子那一整个月就只喝了2次汤，然后剩下的那段时间全部吃的都是糖拌番茄。不坐月子不能吃凉的吗？对。不是，当时你说了这个凉番茄的事情，我是不是跟我妈打电话了？我是不是质问她了？然后我妈也很委屈，她说那你就喜欢吃，但是她的不只做了那一道菜，然后我妈给你煲了鸡汤你也不喝，你还好意思说鸡汤？炖了一锅鸡汤，有几个是我吃的呀？那你当时不说，为什么6个月以后再说呢？那你要我怎么做呢？坐月子的时候他没在家吗？他在，他没关注这些。吴女士，你确定没有夸张吗？你婆婆1个月都在给你吃凉拌西红柿，凉拌番茄是吃的最多的，相当于坐月子40天，我大概就是吃了20天至30天左右的凉拌番茄。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菜？你跟我讲一下。蛋炒饭。然后那些菜我是不能吃，他们都加了辣椒。也就是说，其他桌上的菜都是加了辣椒，没有一个是不加辣椒的，只有凉拌番茄。不是吗？那个上面还有鸡汤啊。鸡汤只喝了2次，整个月子我只吃了1只鸡，而且1只鸡有半只还是你们吃的。然后后面闹得特别大，然后我媳妇儿她就离家出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只是想让你安慰安慰我，我不需要别的，你怎么处理？哪怕你哄哄我啊，媳妇儿，我知道了，你受苦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不会说吗？啊，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你觉得就能糊弄过去？我愿意听啊。那好，那我这个事情我们就先不说了。对比一下，就是你生2宝的时候，然后你妈过来伺候你坐月子，然后你知道发生个什么事情吗？在厨房，虽然说那时是快要坐完月子，然后她跟你说：“妍妍，你要不要加辣椒？”我一听。你现在坐月子能吃辣椒吗？我在客厅干嘛了？我是不是吼了呀？这个事情，那你作何解释啊？那我妈给你吃凉番茄就不应该。那你妈想给你吃辣椒，那
那就是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生完二宝以后，因为我妈妈也来了，我婆婆也来了。当时我就是离坐完月子大概还剩1-2天，然后我妈就说给我加点味道，就给我煮了抄手，然后里面放了一点点辣椒，并没有很多，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味道。然后她就开始拿着这个事儿，就找到了可以怼我婆婆给我吃凉番茄的那回事儿。那这个难道不是50步笑100步吗？后面你妈怎么对我的？我跪着跟她说对不起妈，我不是跟你闹脾气，我是跟我媳妇儿，她不懂事儿。然后我跪了半天，你妈在那里哭。那你说我妈就不是妈，你妈就是妈，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然后后面就是我婆婆就是跟我之间的育儿观念问题，因为他们老一辈的思想是很封建的，在农村里面，就是我想给宝宝养成一个独立的行为，出门的话就是给他推婴儿车，但是我婆婆呢，她就非得抱着出去，然后自己用布缝的袋子，然后把它挎在这个肩膀上面背出去。回来以后就跟我老公抱怨啊，他给我们带孩子腰也疼背也疼哪儿都疼。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特意给他买了个婴儿车，让他推车出去，他不愿意。他回来就跟我老公抱怨这儿抱怨那儿的。我妈抱怨她是不是有给我撒娇嘛？我爸已经走了10年了，他一个人在老家，没有人跟他说话。然后到了我们这边，他是不是跟一个亲儿子，是不是要撒娇嘛？那我给他捶捶腿，给他捏捏腰，是不是尽一下孝道嘛？他别说给我带娃带的呀，我有更好的办法让他推婴儿车，他不推，这么贵的婴儿车买来干嘛？当摆设吗？带二宝了之后，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个事儿？那天你睡懒觉，睡到了12点多，然后我说了，你别睡了，起来我们炒个菜吧，那个菜是你喜欢的，而且只有你炒的好的。结果你干嘛了？你把那个菜炒到锅外面全都是，把我拉到一边，你看你媳妇儿甩脸色了。不是他说的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小孩刚出生1-2个月，晚上特别闹腾，我们都没有睡好，然后白天就想补点觉，婆婆就进来，刚开始是对着我老公使劲骂他，其实我知道是隔山骂虎，就骂给我听的。然后炒菜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那个蛋给炒到锅外面了，因为我炒菜就是粗心大意的，然后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就算婆婆没有来的时候，你也说过我每次做饭都把厨房弄得很脏。然后在桌上吃饭的时候，我老公就很严肃的跟我说，他说你甩什么脸色？就当着婆婆的面，我当时并没有甩脸色，然后我很懵，我说我甩什么脸色了？然后后面我一想，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婆婆说的。所以就其实姑娘，你是从生完大宝开始到现在是一直都在家带孩子，没有出去工作是吧？对，2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婆婆这不是也有帮忙吗？没有，我生大宝的时候他就来了1个月，然后就走了。二宝呢？然后生2宝的时候就大概也带了1-2个月，然后就走了。那所以你跟婆婆之间相处没多长时间就这么爆发这么多事儿吗？因为婆婆第2次就生2宝的时候呢，我老公是让她把那边工作辞了，然后到这边来长期和我们居住，但是居住了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出现了很多矛盾，因为当时就处于老妈和媳妇儿选一个，她就只好让我婆婆就是先回老家去了。是什么事儿说你要在你老婆和妈妈中间2选1？我婆婆赶我走。你婆婆为什么赶你走？因为就当时我就不是把菜炒外面，她说我甩脸色嘛，然后我回房间就跟我老公吵得特别厉害。我们吵架的时候是把房门给锁了的，然后我婆婆听见我们吵得很厉害，她就拿钥匙把房门打开，然后把门打开，帮着她儿子一起骂我，让我滚。她劝她妈妈了吗？她没有阻止她妈妈，她当时自己在那儿厕所，自己在那儿哭，在那儿发脾气，然后她妈妈还让她去死，她死了就没这些事儿了。我只是觉得很难受。2个我最亲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帮我妈还是帮我老婆？我只好躲在厕所用手捶门，然后那个门也被我捶坏了。我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太大的那种矛盾，我一直认为是其他一个事情，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吗？你爸跟你妈不在一起，我的彩礼钱是给了你爸爸的，然后你妈妈就说必须要给我，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只能给1份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彩礼的钱，然后你妈就特别怨恨我妈。你妈妈最后是怎么走的？我们吵完以后，我老公坐在床上跟我说，以后是我们自己带还是让婆婆带？如果是自己带，那就让婆婆回老家。我就跟她说我要自己带。然后婆婆就后面就回老家去了。那现在婆婆不是已经回老家了吗？这不就相安无事了吗？现在有啥新的问题吗？因为她现在又想把婆婆叫过来，我不同意。为啥呀？为啥要叫过来呀？是主持人，因为生2宝之前嘛
还有就是面临着我们家大宝然后要读书的问题，我们就买了一套房子在成都的闹市区，身上就背上了巨额债务吧。那个时候我的收入还是能覆盖这些支出啊，但是我现在收入不景气了，我想的是把我妈接过来照看2个孩子，然后呢，我跟我媳妇儿2个人出去打工挣钱。我现在肯定是不愿意不乐意的，我在家里带孩子难道不是付出吗？是的，但是你们家现在不是有经济的压力吗？他经济压力，他老板欠他6万块钱，他不去要，在家里发脾气。啊，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是好几年前的，我第一个老板，然后我在里面担任了吉他的教学组长，就是那个时候收入还不错嘛，1个月1万多2万块钱。然后呢，到后面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然后就欠薪，开始拖欠。然后当时我认为那是10多年的。你只在乎你们的兄弟情，每次我问你让你去找你老板要，你就说这么多年了。你现在1个月的收入大概多少啊？5000多块钱的。现在经济压力很大，所以说我在跟我老婆在商量这个事情，然后没想到她就是这么不理解我。哎，你为什么不能出去工作呀？我不放心婆婆给我带孩子。那你能让你妈妈来吗？她不来，她觉得带孩子是奶奶的责任。我平时我也没有闲着，就是她休假在家里的时候，然后她带着2个孩子，然后我会在那个平台上面找兼职做，只要是能让我去的我都在去，就是从早干到晚，100块钱200块钱我也愿意跑，我也在给家里添了一点点生活费，我也没有闲着。但这个真的是太少了。老二明年就能上幼儿园了，他就顶多再坚持半年，然后明年送到幼儿园以后，我就能放心的去工作。好，我们抛开婆婆，抛开这个孩子这些不说，你们2个人，其实你看你比他大这么多，15岁，当时你们有想过在一起会发生这么多冲突吗？没有。他觉得我变了，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变。你怎么没变呢？婚前过什么节日，什么520呀，那些情人节呀，他还会偶尔给我准备点小礼物、小惊喜，哪怕是不值钱，他也会给你准备，我也会很高兴。但是自从生了孩子、结婚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连过节一句问候都没有。我平时我给他说一句我爱你，他就觉得我很虚伪。我爱你从嘴里说出来就是一件很虚伪的事儿，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行动胜于语言，我让你给我倒杯水你都不愿意，还好意思提行动。你从来没跟他说过我爱你吗？都是我逼他的。你嫁给他的时候，你确定这个人爱你吗？我嫁给他的时候，我确定他是爱我的。当时我也考虑到他的年龄在这儿，然后我当时是什么都不顾，我也愿意给他生孩子。你老是说婚后就变了，咱婚后你过生日，什么38女王节，咱是不是都出去吃了？但哪次不是我安排的呢？就连我过生日，我都得提前1个星期提醒你。咱家的经济大权在哪里？是不是在你手上？你提醒他什么？就比如说我下个星期快过生日了，然后我想出去，就是吃顿烤肉啊，吃顿火锅，我还都得提前1个星期提醒他，我们去吃吧。他不同意，我还去吃不了。他总是说我们出去吃那些很浪费钱。我哪次没同意啊？都同意了的好不好？你刚才说你让他给你倒杯水，他都不乐意，是什么意思？是我那天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做的挺晚了，做的满头大汗，大夏天的。他在跟孩子在房间里睡觉，然后就想喝水，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倒杯水？他就直接说不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说在2个人里面，没有应不应该，只有愿不愿意。那我没有应该，只有愿不愿意。那家里卫生我不愿意打扫，饭我不做，那是不是就成垃圾堆了呀？打扫卫生这个我是不是也干过呀？也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干啊。那这么多年了，你衣服你自己洗过吗？哪次不是我给你洗的？你衣服没有了，你只会叫媳妇儿我没衣服穿啊。不是那个洗衣机不是我不会吗？你不会你不能学吗？洗衣机这事儿不难学呀。我晾衣服也帮着一起晾了呀。你们俩今天来，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来了，想让我们怎么帮你？我就是想让各位评评理，然后就给你评个理就行，是吗？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跟他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婆婆来了以后，她根本处理不了我和婆婆之间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一直压在我心里面，我很郁闷。他任性，他连结婚证都撕了，而且他一个人，我发现他总是干一些就是疯狂的事情，我也觉得还是把我妈接过来好一些。他干什么疯狂的事儿了？就那天晚上，我没给他倒了一杯水，其实我是被眼前的那种新闻给有去
给吸引到了。他坐在床上看新闻，我不是睡里面吗？你睡外面起个身倒个水喝个水的事儿，就非要我去，说了好几次，然后他就走了。我以为他没什么事儿，自己去喝水了，就后面他就离家出走了。我没有离家出走，我只是出去透透气、吹吹风。你妈妈来，他就不干这些疯狂的事儿啦？是我认为我妈过来帮我带孩子，我们两个出去挣钱，在一起相处可能很少时间，那不就基本没有什么事儿吗？行，我们先问一问小李和小娜，你们有啥想说的？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这个姐姐。一个女孩最青春的时候，就因为考虑这个哥哥的情况，选择给他生孩子，也一直都在妥协了。但是哥哥他就只会讲道理，有时候姐姐只是想要一个安慰而已。我觉得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有婆媳关系嘛。男生作为一个中间人，他应该去承上启下。可能这个女生她不方便和婆婆去说，婆婆她也不方便和女生去说，但她应该和自己婆婆去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也或者她能去问自己老婆要不要怎么做，但她也没有做。那到底你们两个人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我想问丈夫，结婚到现在，你哄过他几次，安慰过他几次？她不是一个物质女，她渴望的是丈夫对她的那一种真挚的，她能够感受到幸福的爱，她感受不到。婆媳矛盾确实是个诱因，特别是在媳妇坐月子，婆婆照顾，那是最容易激发婆媳矛盾的。有的婆婆只顾宝宝不顾宝妈，再加上她的情绪在月子当中也是脆弱的，身体也是脆弱的，她更加的耿耿于怀。但是你中间做了什么？你在处理他们婆媳矛盾的时候，几乎都是火上浇油。您这个三夹板没有加好，您的桥梁没有搭好。当然做妻子的，我们也应该想，婆婆再不是她来照顾你也不易，多些换位思考。我也认为你的妻子她也是有孝心的，她当年为什么嫁给一个大15岁的男人？她渴望的是在你身上是那个男人的肩膀、责任和担当。我没猜错的话，您是跟妈妈长大的吗？我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长大，是我读初中的时候，然后父母离异的，然后妈妈在我读书读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就嫁人了。所以你解读她心中的那种失落、孤单吗？你能够理解她吗？所以我并不是讲大道理，做丈夫的真的要走进妻子她的心房。如果你多些对她的包容、疼爱，她会软化的。女婿跪在岳母面前跪了那么久，婆婆在儿媳坐月子的时候用了那么长时间的时候去做凉拌菜。我觉得你们背后无论是婆婆还是妈妈，他们的爱的方式都有点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点打动了你。就是有一次晚上，就是我身上长了很多那种荨麻疹，在异地，身边也没有朋友，然后也不能让爸爸妈妈帮助我当时。然后呢，我跟他是合租的，他在楼上，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他就马上大晚上的穿衣服下来送我去医院。当时我挺感动的。他对你好，对，他对我好，所以你想对他更好。对，所以我就说，在这段感情当中，你们每个人背后其实都有着一种，在你们原来的那个亲密关系，比如和父母之间的那种关系当中，我总觉得是有遗憾的。你选了一个大你15岁的人，就这样的一个年龄差，更让我们会倾向于本能的去想，你再从他身上去寻找到那种像父亲一样被宠爱、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当他对你好的那一刻，你会拿出自己所有的能量去回馈他，去对他好。是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各自背后都有着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各自的缺失和伤痛。两个人如果各自有各自的痛，你们是要大大方方的去说出来，去沟通，彼此理解，才能走得更长远。其实说实话，无论是你妈妈还是你妈妈，他们都不是处理亲密关系的一把好手，甚至于他们在对于自己的那个感情当中的需求都是没被填满的，他们都不是很幸福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求父母能够在这一刻帮你们的忙，最好的方式，我给你们出个辙啊，跟父母借钱，过了这半年的难关，一起去把父母的债还上。
让父母用这种方式不近距离的走进你们的生活，去支持你们走过现在这一段艰难。不要在一起，让你们现在的世界变得太复杂。因为你们2个人就已经各自是带着成长当中的创痛过来的了，你们要学会自己相处。有想过改善现在你的问题吗？改善，做别的事情。有做吗？在做。然后没有办法改变5000块钱的收入吗？短时期内真的不能。你的课每天排得很满吗？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课，比如说都排在一个什么时间段，你不上课的时候，你能不能在家带孩子，让他出去工作？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模式。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对吧？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可以。找到一个白天能够上班，你可以把课，你教孩子不都得等孩子放学吗？对吧？孩子放学不都得下午以后了吗？对。周6日你在家，周1到周5你出去。我所认识的吉他老师，至少在北京市，课排不过来，收入也不止这样。10年前我也是这样子的，每天。我说的是现在，人家研发了线上的课程，研究成人的课程，研究孩子的课程，研究音乐其他的，通过吉他这一个乐器发展其他的乐器。我们只是一个乐器门类的认知，婴幼儿对于音乐的判断，对于音乐的学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说的是，我们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困局，而不是抱怨说啊，大环境就这样。不是抱怨大环境，是因为我已经跟死了2个老板，第一个老板巨亏几百万，这是我们成都的大环境。怨天尤人，没有想要去改变自己生活现状，所以当你们没有能力去把自己的生活理顺的时候，你们当然没有精力去处理你们2个人关系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你们2个人如果现在不抱团取暖，不积极的去解决你们婚姻当中的问题，都以你们今天站在台上一副消沉的一个模样去面对你们未来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未来生活会更难。孩子上学之后的问题接踵而来，2个孩子。我最后就说一句话，所有的关系当中，真正的利他是先利己。你们得先让自己想办法高兴起来，你们才能在这段关系当中存活下去。你妻子嫁给你的时候，她可能想当小公主，你比我大10几岁呢，你特别能呵护我。然后呢，老何结婚以后生孩子，吃了1个月的凉拌西红柿，你要真用心，你会看不见吗？不会，不会。但为什么你没看见？你要真用心，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今儿又是凉拌西红柿啊！妈，我妻子啊，现在吃凉拌西红柿她不舒服，这么着啊，我炒一下，放进1个鸡蛋，炒就能变成鸡蛋西红柿，就能变成热的。有你这一回，明天桌上那西红柿就是热的了，你信吗？擦完了地之后，我要你给我倒杯水，我要求的过分吗？对呀，你让我心里平衡了。我不跟老太太置气了，老太太不就能来咱家了吗？所以你自己耽误了你妻子出去找工作啊。然后啊，是这样啊，吴女士，咱是2娃的妈妈了，我问一下，在生存面前，你的开心不开心重要吗？我觉得重要吧。你孩子快没奶粉喝了，这位妈妈，什么叫妻子同舟共济？什么叫同舟共济？咱们家需要我在你妈妈面前咽下一口恶气，让老太太能帮忙照顾这2娃，我能出去每个月多挣个2、3千，让咱家这2娃一儿一女有奶粉喝。你爱你2娃吗？爱啊。你爱她，肯为她受点委屈吗？可以啊。这委屈来自你婆婆，你受得了吗？回答我，受得了吗？你不是爱吗？你不是生他是因为爱吗？不受得了，可以不必受。林明老师他才23岁，对于他来讲，虽然他是2个孩子的母亲，他还很年轻，所以等于一下让你跳进了成人世界里头最难对付的事情。姑娘，
你要在别的孩子可能刚刚大学还没有毕业，还在找工作，还在商量去哪个酒吧里头去度过今夜的时候，在思考两个孩子的奶粉问题。你现在甚至都会被我们引导的认为自己快乐有罪，因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不配快乐。不是这样的哈，姑娘，不是这样的。人生很难，尤其对于你来讲。当你说我15岁的时候，我妈妈改嫁了，她有她的家庭，然后你们还讲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彩礼究竟是你爸拿还是你妈拿的时候，我挺心疼你的。这个心疼在于彩礼都不是拿来建设自己小家庭，你的父亲和母亲各自有了家，你没有一个叫家的地方，终于你要结婚了，而你的爸妈却在思考怎么瓜分你的彩礼，究竟给谁才合理，却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孩子。你遇到这个男人，他比你大10几岁，但你毅然决然的去嫁给他，并且愿意在他家坐月子期间吃1个月的凉番茄，因为你真的是想为这个家好，你想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你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让婆婆认可，让老公满意。整个事件里头，目前你们家庭里最糟糕的人也不算是你婆婆，是你丈夫哈。先生啊，你比人家大10几岁，你也应该知道，这一个女人来到你们家之后，这个家里头的气氛好不好，这个家每个人团不团结，每个人的任务是什么，其实是由您年纪最长的您来安排来协调的。我不觉得现在你们把母亲接到身边来是一个对全家都好的方式。母亲接到身边来，就算不制造矛盾，也要求你的妻子忍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后抑郁，你们谁开心？忍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忍的结果当然他也可能不产后抑郁，他好好工作，他在外头放飞自我不回家了。原本他还要离婚之后2个孩子带一个，但由你妈来带孩子，你们已经全家其乐融融了，他能够养活自己了，那我索性2个都留给你，我走了。所以现在你要问我说究竟要调整什么，姑娘已经说了，在你平时忙的时候她负责看家，你闲的时候她可以找一点临时工或者什么的来做一做，散散心都可以，对吗？对，然后对于你来讲，就放下自己心中那些执念，什么我因为是个吉他老师，所以我只能教吉他，跟吉他无关的事儿有很多你都能干。所以你平时给自己想想，我不管是说做一个什么跑腿啊，或者是说是我给别人做一个代驾呀，在下班的时候，在我老婆能够在家看娃的时候，我能干点嘛？别说离婚的事儿了，你们2个不应该离婚。想起当年相爱的时候，也想起姑娘一定要想起来，这个男生也许现在不如你意，但他至少还是在坚持想跟你过下去。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的亲人，你的亲人就是你的2个孩子。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这2个孩子还能够有谁托举，不是你那靠不住的爹和妈，而是你的丈夫。你们放下成见，重新相爱吧，会好起来的。老师们的建议都说完了，你们2个人待会儿坐到那儿也想一想，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我们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李26岁，来自安徽，人事；小娜22岁，来自安徽，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他总是挑我刺儿，还经常打压我，什么事儿都要跟我论对错。他蛮横不讲理，明明是他做的不对，我只想引导和纠正他，但他根本不听。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我请他别那么双标，多听听我的想法。我是和他谈恋爱来的，不是听他讲大道理的。我希望他能理智悦耳一点，不要每天做了什么也不在乎，多听听我的意见。你俩是搁这开辩论会呢，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最后谁也辩不过谁。这你们2个人谈恋爱多长时间啦？1年半了吧。今天谁要来的呀？老师，是我要来的。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跟他相处，他老是各种打压我，就在他的世界里我做什么都不对，只有他是对的。我觉得我在他的世界里特别渺小。你做什么了他说不对？就比如说吃个饭吧，坐地铁呀，各种事儿他都得过来说我一下，就必须得听他的。
我都感觉他是不是在 PUA 我呀？我感觉他一直都在否定我。但我就是想，我俩在一起，就是把这个家过得更好点。他要是不怎么优雅呀，我就是也提醒他，我跟他说，能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坐好，不要蹲着，不要靠着。但他总之他也不听我的，他觉得我在哪儿坐好，不要蹲着，不要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可能就蹲到椅子上面；坐了地铁吧，就可能就往地下也蹲着。所以视频里面你说希望他能够优雅一些，用了这个词儿。这也是一方面，对，因为他平常就是包括像他的话，他的一些异性朋友会比较多。因为我上班也很忙嘛。有时候他有事情的话，他给我发消息，我也不回他。但我上班，我确实我没空去回消息啊。然后他就经常找他。那你有那么忙吗？老师，你说他抽出10分钟回我一下不行吗？一条回应都没有。他说不行，他的精力不想浪费在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啊。他工作已经这么忙了，我都不体谅他，就只是在乎我自己的情绪，我去跟他分享。那我就想着，那我不给他分享，我跟我的朋友们分享，这也不行。他还有意见，他说我都有男朋友了，为什么要和那些什么异性啊、什么朋友啊走得那么近？他介意你给男生发是吗？对，是的。我也不是说我不回他消息啊，我下班时间我可以回。但他就让我非抽空，因为我上班很忙，我没时间看手机，我确实也回不了。那我中午休息，我回家，你跟我分享，你跟我说也可以嘛。但他不行，他就要跟他朋友就要及时分享我不回，他找他一些异性朋友去聊天，就感觉他很没边界感。因为他朋友就是聊的也多嘛，然后就经常就喊他出去玩、去吃饭、去拍照，照片我也也带不来了，就是也经常去。对，老师，这我们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我们出去一起出对方喜欢的角色，是吧？咱都出完了那么晚了，咱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也没啥吧？我又没有瞒着他，我们交朋友那男女都有啊，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呢？我上次看手机我发现他跟他前男友也分享也聊天，那普通朋友、异性朋友你分享，那我还能忍。那你前男友你一样也分享也聊天他说什么我想你了你还回他表情包，你把我当什么？老师，我跟我这前男友，我们俩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像那种邻家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他也比我大嘛。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小，根本都不懂，拉手都没有过。后面我们俩就寻思谈恋爱不合适就分手吧，咱当好朋友嘛。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情绪上的不高兴啊，或者有困难，人也像哥哥一样帮我解决，就不能就是说我跟他谈恋爱之后，我就把之前对我这么好一大哥哥给抛弃了吧？他也还是你的前男友啊，这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呀，就纯友谊啊。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他得看你男朋友的感觉，你男朋友真觉得无所谓，那无所谓。但这个东西你要你男朋友觉得有所谓，那他就是有所谓。那他这就是双标。那我看他手机里，他也保存自己前女友的合照，还有那备忘录里都记录着他俩之前恩爱的那些点滴。那他是不是天天晚上还要偷偷打开手机去回忆一下两人之间甜蜜回忆啊？因为我个人我比较懒，我懒得去翻，太多了，我懒得翻。是懒得删，你还是根本就不想删？你是不是就根本就忘不掉他？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大家就揪这事，就非说什么我半夜去翻去看，他还在强词夺理。我还有一次，我看他手机里面，他关注一女生，网名叫 Kimi。我一看，当时我就很奇怪，我一想，我们俩养的狗不也叫 Kimi 吗？这个女生为什么也叫 Kimi？ 我就点开看，我往下一翻，翻到一张2020年的帖子，里面有一张他跟狗的合照，我就点进去一看，那文案说祝 Kimi 2周岁快乐。那我一看，这图片里这狗叫 Kimi， 咱们家狗也叫 Kimi， 这女生还叫 Kimi。那我女生第六感，我一合计，我肯定是发现大事了。这女生就是他前女友吧？他根本就是忘不掉。你们这条狗是后来的一条狗，也叫 Timmy？ 不是的，是我当时跟他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自己独自养了。那就是原来那条狗啊？不是，是他自己又买了一条，两只狗长得特别像。因为这个狗呢，就是我当时我从上海我回来嘛。也孤单嘛，所以我自己也喜欢，就是重新去养一只嘛，买的是一样的，起这个名字纯粹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我喊了2年，我喊顺头了当时就是也没确认关系，我也没想过就是一个名字就是非揪着不放。但是这只狗的存在就像是在挑衅我，老师您知道吗？就感觉这狗就时时刻刻提醒我人俩有段刻骨铭心的4年之恋，我就像个小丑一样，我还照顾它，把它当自己孩子一样，结果呢，就你俩爱情的后续结晶呗。那我算什么？就包括后面我让他把狗送走，他还对我心里有气，他就非觉得我跟那狗较劲儿，是我跟狗较劲儿吗？因为我不想就因为这只狗去影响我们的感情，所以就是也送走了。
就这狗送走，他对我心里特别有怨气，一直挑我刺儿。就比方说我找工作嘛，我刚毕业，我一个大学生，我没头目，我就想找一个高薪点的工作，给人家缓轻点压力嘛。我就听我朋友讲，当主播特赚钱，我就问他，那咱们去当主播行不行啊？他就上来他就火了，他说不行，说我天天在直播间就跟人家献媚，这简直就是出轨。老师，你说我长得也不丑吧？我觉得我说话什么的也挺幽默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优点，我靠我自己的优点去赚钱，我有错吗？我想赚点高薪工作给他减轻压力，我有错吗？生活上的这个开销是他负责吗？不是的，就基本上是我俩对半 AA 嘛。对，所以那为什么要给他减轻压力呢？对呀，就是我想我们俩一起存钱呀，一起还房贷呀。那最后你去了吗？主播的工作？我去了呀。因为我就觉得他光说不让我去，他又没给我找到合适的别的工作，我就想着我还年轻，我去试试嘛。一开始都挺好的，后面我就发现那老板他就老是借着工作由头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说我要辞职，我回家跟他讲。我想着他生我男朋友，他安慰安慰我总行吧。结果他根本就没有，他只会跟我讲道理，说什么这都是我自食恶果。那我想着我都在外面受那么多委屈了，你还要这样来责怪我？我当时就说了，主播这一行水很深，就让他不要去做啊。他不听我的，非听他朋友的，想要去试一试啊。现在受委屈了，他来找我，那我也安慰了。但是他说什么让我去跟老板去理论啊，去打一架，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因为我当时说了很多遍，说你不要去做。但是你看自己的女朋友被别的男人揩油，你心中没有怒气哈？有怒气啊！因为在他没去之前，我就跟他说了，你不要去，他不听我的，他非要行业水怎么深了？去试一试。我只是没遇到好的老板而已。是不是就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经常就是一副感觉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他就是那种我都是对的，你不听我的，你再怎么样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那就跟我没关系了。自找的是吧？对。还有什么事儿吗？就我跟我爸关系不好嘛，我爸这人也偏执。前段时间我俩吵架，就我爸就是意思我们俩已经不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我就想着我跟我男朋友说说，一开始他也挺理解我的，就对我挺好的，都巴不得饭都喂我吃。结果没过多久就开始对我大喊小叫的，说什么啊我爸那样对我都是我活该，我就应该被这样对待。你爸怎么对你了？我爸就是他看不惯我生活作息嘛，就我经常在家熬夜，因为我这个人会经常性失眠，睡不着。他就说我这样带着弟弟也不好，都影响到他们了。你还有个弟弟是吧？对。你跟你爸爸关系不好？对，我们俩从小关系就不好。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就是脾气比较差吧，就一把火一下就点着了。是亲爸爸？对，是的。今天你俩谁要来啊？是我要来的。你来了，希望我们怎么帮你？我就是想让我男朋友不要再去继续跟我讲那些大道理了，他就是能多安慰安慰我，去体谅一下我的心情，不要什么都跟我论对错。如果他做不到怎么办？他做不到的话，那我也不想跟他继续了。男生，你有什么希望调整的吗？因为我是感觉我比他有大几岁嘛，我在想我们这段恋爱能够像一个引导型的，就可以一起去变好。但每一次就和他去讨论的时候，就是去说话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说的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会吵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人就是矛盾能少一点。明白了，何先生和吴女士哈，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我觉得吧，女生她只是想让男生多关注她一些，就是想让男生给她一点安慰。但是男人好像都有一个通病，就只喜欢给你讲道理。我特别能理解女生。我挺理解这位男士的，因为我跟我老婆就是差了10几岁，然后可能我这个人可能道理就讲的比较多，但有时候就是忽略那种情绪，就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对男生来说，你认为你只是关心他，为他好，你否定他的任何的想法，你又去打压他任何的情感，这就是操控。甚至一个女生，你们生活当中她吃饭的姿势，你都要为她去做出规范，你累不累啊？你现在处处和她去讲道理，你们针锋相对了这么久，有过输赢吧？我们说婚姻家庭都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何况是谈恋爱啊？女生天生的有时候就要哄哄，就要让让的呀。刚才女生要求的是以后两个人的矛盾少一点，这不可能，酸甜苦辣，否则
爱情和婚姻它就不美妙。但是矛盾多的时候，我们多一些妥协，这样的矛盾它自然而然它就会消化。所以男生首先你要认知到自己这样的做法在他心里留下的是一道一道的伤痕，再接下来这段爱情就没了。谁的生活能够是100%的完美？谁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我们就是要去学会处理这些事情的本事。男人和女人其实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一样。我记得我原来曾经有朋友说过，她回去跟老公念叨说单位里的这事儿那事儿，领导各种各样的不理解。她其实就是想宣泄情绪。其实这种事情很多见，老公直接问她一句能干吗？干不了辞职吧。其实她根本不是想辞职，她就是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我的委屈就好，不用你给我办法。我觉得男士可能大多数人他们更倾向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理解情绪。但我们女人确实我们的情绪化会更强一点。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一个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你能消化焦虑，你能给他支撑，你能带给他保护，你能让他心安。他在他的家庭当中已经有很多让他觉得情感有漏洞和空洞的地方了，你能让他更心安，让他更自在吗？他的家庭没有让他那么自在，你能让他自在和舒服吗？能做到就是一段好的关系。但是说实话，没有一段关系完美，大家都是在努力做到完美和舒适。他天天给你讲那些大道理，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无非其实就是希望得到你对他的仰视。他希望看到你那种崇拜的眼神看他说哦你好棒啊，他就得到了满足。而实际上他跟你说的那些事儿，你完全可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较什么真儿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前女友的这个问题。前女友这事儿啊，他除非失忆，否则的话他肯定会偶尔想起来。对，我能接受他想起来，但是他把狗这个放在面前，我就觉得就是在讽刺我的感觉。没有，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直线动物，说白了怕麻烦，我改完我还得换。好，就算他是真的就是想念跟前女友的那只狗，或者想念回忆他们之前的那些岁月，又能代表什么？他为什么要来故意讽刺你？讽刺你能得到什么？对于有过前面情史，并且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恋情的这样的新的恋人在一起之后，他的前任确实是你心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会觉得好像总有人在跟你比，总有人在跟你比，你总害怕自己不如他之前的那个人。但是前任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如果你让他之前的情感经历影响到你们现在的，我觉得那才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放轻松相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都较真儿的话，如果都不能学会自我在一段感情当中找到处理的方式的话，就处理自己情绪的方式的话，那在一起是挺累的。就这个也要求，那个也要求，你要不是发自真心的爱他，忍不了。是这样啊，小娜，有人珍惜过你吗？也有过。谁？就我妈妈。你妈妈？对。注意啊，你说的可不是她。你觉得她珍惜你吗？我觉得她要珍惜我，她就应该第一反应是心疼我。对呀，你被老板毛手毛脚，你活该。我教你了，我让你不听，你不是活该吗？小娜，这叫珍惜你吗？不叫。不叫。你爸爸把你轰出家门了，你跟你爸爸打了架了，你去投奔他，过了没几天，你就活该被你爸轰出来。小娜，这叫珍惜你吗？这不叫珍惜我。也不叫珍惜你，对吧？站好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吃个东西还得蹲着。我问你，这是珍惜你还是嫌弃你？我也觉得他就是一直是不是就是看不起我呀？哎，你知道你已经卑微到什么地步了吗？我不知道。要么留下狗，要么留下我。你居然在他面前，在一条狗和你之间让他做选择，你把自己摆哪儿了，孩子？接下来，小娜，我问一下，你自己自尊高吗？
我觉得还好吧。是啊，这就把你耽误了。吃我的饭，你还有自尊；吃了我的饭，你还不听我的。因为他就觉得，因为我的到来改变了他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对呀，我就觉得我不愿意把我的时间浪费在除了工作之外的任何事儿上，包括你。我告诉你，他要真爱一个人，那个人抠鼻孔都美若天仙。什么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我问一下小娜呀，你从你爸爸那儿出来，你明明没收入，你投奔他干嘛呀？你宁可找个闺蜜，我住你这儿住2天，我出去打工，我得自己把自己能养活了，我不能在还没结婚的时候住到你的屋檐下，吃你的喝你的看你的眼色。你有优越感，然后你发现他各个地方都不顺眼，然后你在他面前给他讲了好多道理，然后包括他不听你话，他吃了亏了，他活该。你的愤怒不是有一个男的对他动手动脚，你的愤怒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如果你们非认为这是爱，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我说完了我看到的啊。你自视不高，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包袱，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包袱呢？你挣钱应该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工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应该追逐的是跟自己有关的人生，而不是我带着一点存款来思考着怎么跟你结婚。你爸爸把你赶出来是因为什么？你夜里不肯早睡。你到他这儿，你受的不是一样的罪吗，姑娘？他同意你夜里晚睡了，但是他不同意你不优雅，他不同意你蹲着。你能在他这儿受得了挑剔你姿势的气，你却受不了你爸啰嗦你几句。你在他面前怎么没这一些傲骨啊？哪个家长不会说自己孩子熬夜的事儿？你说我的生活习惯有我自己的，他不尊重我，你挣钱啊，你独立啊。你的父亲尊重你，首先在于你能够照顾得好你自己，保证得了健康，和你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能够养活得了你自己。可是你一边耗费着你的健康，一边你耗着你爹家的店，你却说让你爹来尊重你，你凭什么？你到哪里要尊重？然后你到你男朋友这里来，容我说一句难听的，你就是以色相换取容身之所。你是靠自己的独立吸引他给你房子住吗？你是靠你自己什么性格魅力、人格魅力来让他跟你成为室友吗？不是啊，你以为你在这里换得了他的平等和尊重吗？他一边享受着跟你同居，一边告诉你你不优雅，是你让你的男朋友不尊重你的，是你让你的那个什么打工的地方的老板不尊重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像你从上台一直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带着哭腔，唯唯诺诺，全世界都伤害我，全世界都抛弃我，我只是想证明一点点，然后让我男朋友不要那么嫌弃我。当一个人自我矮化成这个样子，他就像一个垃圾桶蹲在那里，还有点碍事儿，谁都想踹他一脚。是你给自己弄成了这样的一首剧本，你在扮演这个剧本里头的女主角，你活该过上凄苦的日子，活得人不如狗。我要是你，我发现我的男朋友养的这条狗跟他前女友一个名字，我从此叫狗前女友。我每天告诉我男朋友去遛你前女友去。你说你自己把人生过成这样，却要怪是这个男人在矮化我，这个男人在伤害我，你觉得好意思吗？调整一下自己个儿，从他家里搬出去，想赢得他的尊重、平等和爱，想让他欣赏的你，请跟他先保持距离。我作为跟你父母一样年纪的人，我要提醒你，哪怕跟你的爸爸妈妈吵得再翻天，你也应该像雷鸣老师建议的那个样子，找你的闺蜜那里先安全的过几天，租一个房子，开始自己的生活。请女孩回到你自己该回到的地方去。好，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正门后。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啊？何先生和吴女士是不是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这个应该谈得好。唉，你看你妻子笑起来蛮好看的。你们有什么感悟吗？婆婆她虽然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她也有做的好的地方。我不能老是用她不好的地方来去看待她。其实她有很多地方也值得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所以你是同意婆婆来啦？同意婆婆来，但是我以后会和婆婆好好相处，毕竟她也是我老公的妈妈。但是你相处的同时，你旁边的这一位男人，你不要不作为，还有不要乱做。婆婆来了，她就会当回儿子，她就不会是你满意的丈夫。所有的男人都希望妈来，但是妈一来，他们正好做甩手掌柜。所以请你坚定不要让婆婆过来，你必须得让你老公自己有担当。老公怎么想？我作为一个男人，最起码的担当就是要有能力去养家。那我跟我老婆在努力下，我自己能不能够再找别的途径能够挣钱，把这个家庭撑起来。男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次就是我真的是错了，对于女孩子的这个情绪的呵护是我做的特别不好的地方。这个跟你老婆说，不用跟我们讲了啊。好，请亮灯。不管怎么样，比人大15岁，你比人家多吃15年盐呢，所以少一些苛责，对吧？多一些包容。是，祝你们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幸福快乐，谢谢你们。来，这边请。如果有情感困惑的朋友想要来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节目的，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在微信上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记着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吧，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他俩会不会出来呀？这个是有悬念的啊。我估计也会出来。来吧，让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诶，没有诶。不出来是对的。哎呦，3，哎呀，姑娘没自信呐，希望在男朋友那儿能找到自信，但没想到男朋友给她带来的是更大的一种自卑。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